太子殿下，这是灵贝族进献给东海的灵风弓，听闻锋利无比，急如闪电，对追击那酒旗定大有助益。殿下，你要不试试？你今日如此反常，竟然主动来找我，定有缘故。说吧，找我何事？我的确找你有事。我知道，近几日你率军追杀于墨，想必你也知道他酒旗的身世了吧？于墨心怀挚爱，一心只愿追随心爱的人，畅游凡界，无心争夺权力。对于四海之主的位置，也丝毫不感兴趣。你这么做，只会引火烧身，若被其他水族知道了，反而会影响你东海的尊严。周兰，你今日主动来找我，竟然还是为了那个雨墨。你我在玄心崖相伴100年，你真的就一点都不了解我的心意吗？我一直追杀他，真的就只为了那一个尊位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同病相怜。今日我再信你一次，也愿你信我一回。你此话何意？青龙族向来敢爱敢恨，既然于墨心有所属，那我便断了对他的念想。从此之后，我与此人再无关系。这一次，我定不会拖延推诿。我愿与你定下婚期，嫁入东海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南海和东海的联姻，想必你日后四海之主的位置，定坐得安稳。但是，我不喜欢杀戮，只愿你放了雨墨，善待四海水族。从今往后，我便与你一心一意守护四海，伴你地久天长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追寻雨墨，我这就修书你父王，早日定下我们的婚期。那我便回南海，准备嫁衣，等你迎娶我。等我。殿下，您真的相信赵良公主所说的话吗？我想信他一次，不过你还得通知我们藏于南海的人，时刻盯紧他们父女，有任何异动随时禀报。是。那酒旗，继续追踪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公主，这件嫁衣的衣料是天界所赐，花纹样式皆为上品，你可喜欢？过于华贵，还是换了吧。我倒是觉得此件甚好。父王。哎呀，父王，您来了，怎么不告诉女儿一声？想看看穿嫁衣的你。哎呀，想来只见你机灵骑射，英姿飒爽之貌，却未曾见过这副打扮。公主要来了。你病了？怎未听你提起啊？父王，其实我……
你们退下。是，是。啊，你失了逆鳞，难怪如此虚弱。此鳞不仅是周身灵力所及，更是龙族适中之物。你大婚在即，怎会没了此物呢？有人伤重，我与他逆鳞防身。何等朋友，值得献出逆鳞？幻心灵但凡摇响，便生裂纹。我猜的没错，想来是有人摇响了此灵，你便情定于他，因此愿给逆鳞正心。既如此，你又何必答应与东海的婚事呢？女儿与那人有缘无分，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。如今女儿已舍念自误，只愿缔结姻缘，助敖轩登位，庇佑青龙族太平永盛。我向来无意在四海揽权争霸，又何必拿你的姻缘去换取所谓的繁盛？为父心中唯有你幸福安康最重要。告诉我，你那心上人是谁？我派人前去探问他的心意，绝不让你错失良配。父王，这桩姻缘并非是女儿一人之事。敖轩为人心狠手辣，东海残暴，若你去寻了此人，那人必定会面临追杀之危，还会连累到整个南海。父王，女儿已认清自己的命运，还请父王莫要因为我得罪东海，增加无谓的杀戮了。谢了。没想到，竟然让害你的人逃了，我真是心有不甘啊。没关系的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没准绕了一圈还会落在我们手上。哼，又开始吹牛。云墨，我之前看过一本书，这书上写着，若是我们妖死了以后，我们的元神会脱离三界，飞到一个叫夜忘川的地方。若是元神可以忘记过往，成功渡川，便可落入凡尘，重新活过。说不定这样也好呢。说不定，将臣他已经变成了一朵普普通通的昙花，忘却了前尘往事，在世间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忘记呢？若是有来世，他一定还希望跟裴洛幸幸福福地在一起啊。颜淡，没事。于墨，别伤心啊！爱人虽是，可是你还有爷兰山，还有我，你还有一大家子的人关心你呢。你要振作起来。他竟误以为我喜欢将臣。我若是明说，解释将臣得到一眼的原因，只怕他会刨根问底，知晓我隐瞒他失忆一事。颜淡，过往的很多事情，我也不愿再提。但是我与将臣之间，没有任何别的事情。此事，你也不必再挂心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不提，我再也不提了。圣德说，他学过卜算之法，可以看到人的过往当下。要不要让他帮你看看？也许你的良缘正在来的路上呢。
凡人修炼，怎可能通过往当下？他究竟是何人？唐公子刚刚走了许久，额上都是汗，我帮你擦擦吧。啊，不必了。师门有戒，不得与女子亲近。裴洛半生受疾厄所缠，痊愈之后，却依然没有满足，不惜杀人炼丹，还害死了自己爱的人。这就是人世间五毒之贪了吧？而将臣痴心相附，舍身护佑，最终却换来了一个离心的结局。可见，人事都转，七情历练，人最终还是要更爱自己的。我要把这些全都记下来，为以后排演。这样，无心者观情，有心者自省，这样世间就可以少几桩悲事。元旦，哎，盛德，我做了一些小菜，你尝尝看。哇，这些美食好漂亮啊，我从未见过。盛德，你真是心灵手巧。你尝尝看。这些菜都是天界做法，你前世今往自然没见过，只是一些家常小菜罢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日都做与你吃。这味道，我怎么感觉在梦中好像尝过似的？你喜欢就好，多吃一点。嗯。元旦，我初来乍到，与谁都不亲熟，心中实在是寂寞。唐公子救我于危难，我却不知他有甚喜好，难以还报，实在是很焦心。我只能来请教你。哼，真的，他这个人吧，喜欢整人、翻规、欺负弱妖。别看他表面温文尔雅，内心非常的黑暗。上一次他就开始这些似乎都是一些寻常小事，你可知他有什么特别的喜好？特别的喜好？今日之后，我要带他离开这儿。我说过，我要连你一起抓。这么说就是要开战了？好啊，为了以示公平，我绝不用妖力。阁下既然这般小瞧于我，那我也不用伶俐，一剑分高下。据我多日观察，果然没错。唐州此人性情执拗，爱好打架斗殴，什么事情都要分一个你对我错。你看，这不就开始了？唐公子比武习剑，乃上进之举，我倒觉得颇有魅力。这难道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？果然爱情让人麻木。阁下确实剑法超绝，当为人中英杰。可是为何偏偏不懂得自重，招惹自己不该惹的？难不成想自毁前程？阁下智勇双全，确为妖中王者。但我凌霄派向来以除恶为己任，你，我抓定了。
妖中自有好坏，我们野兰山更懂得如何区分惩恶扬善。可是万派之宗却不分青红皂白，抓捕屠杀，如何服众？驱邪扶正乃我派宗旨。然天下生灵皆有善恶之分，我自当恪守教诲，谨慎明智。还来？等一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严旦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，万妖之王，野兰山山主。你呢？堂堂未来凌霄派的掌门人。这说出去都是有头有脸、威震一方的人物，而如今却在这里酣战、争强斗勇，这传出去我都嫌丢人，好吗？他竟然是凌霄派未来的掌门，此派掌门向来灭情绝爱，那他……不过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，既然你们两个难舍难分，不如以后我们便一同行动，如何？唐周他身上有顽疾，需要集齐4大神器才能救他的命，不如我们本着仁义之心帮他一把。当然了，你呢？作为回报，你日后若成为掌门人，不可以随意进犯我们野兰山，如何？来嘛，不要那么严肃。江湖嘛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朋友天堵墙。再说了，此番我们人妖合作，必成佳话，也可以缓解捉妖师和妖之间的矛盾，这伤亡也会减少。为了顾全大局，你们表个态嘛！好，绝不祸害凡间。必定善恶昭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日行一善小队正式成立了。哎，现在大家都是伙伴了，你天天拿那个不离锁拴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不如帮我给他卸了，也算是博一个合作的彩头嘛。来嘛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以证你的诚心。法术一除，这个镯子就留给你做纪念吧。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！我自由了！这种感觉太好了，我再也不用担心晚上睡觉被撞，白天被挡，而且也不用时时刻刻在唐周面前啦。结了这法术也好，这样于公子心里应当好受一些。于墨，他怎么了？这几日来，你与唐公子走得近，我见于公子常常独自行走，凝望着你，神色甚是寂寥，大概是觉得受了冷落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最近他的情绪郁郁寡欢，我每每关心的时候，他都说没事儿，而且他不承认他喜欢将臣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做是故意为了让我不再担心，还是另有隐情。爱别离之苦，我曾经历过。毕竟他是你的山主，自然不愿意在你面前展露脆弱的一面。但是他不说，不代表真的没事，否则如何解释他的失落？既然你们关系要好，你应当多陪陪他，别让他觉得寒心了。你说的有理，我绝对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妖怪。不如明日我将唐周公子约出，方便你们与公子单独相处，你好好开解开解他。受山主大人照拂这么久，现在是我严旦该报恩的时候了。
莫伤悲，莫气馁。大好风光在明日。店中小二说，楼上有人寻我。公子见是我邀请，可是失望了。找我何事？生得偶然间得到一副未解棋局，久思未果，想请教公子一番。我不通艺术。怎会不通？不知为何，我每次看到棋盘，或生学艺之念，就会惊慌烦躁，痛心难忍。你曾经说过，你可以看到过往。那么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为何我每次在梦中看到一位女子在我面前跳桥，梦里我看不清她的容貌，而我每次醒来，我就会自责痛楚？那可是我以前亏欠之人。你竟还记得他？从卜算之象看来，此女子是公子的劫难，并非正缘。公子过往便是受此女所骗，负恨而死，因而现在才会发梦警戒。莫要再亲近于她。若是劫难，那他跳桥我定会心生快意。为何我也会跟着一起痛呢？莲青，你来啦！白日在我的房间，你用了很多笔墨，写了那些美好的词语，是为了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些是我给你做的天灯。近来我看你心绪郁结，要是我对你不管不问的话，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？我听闻，凡人如果有烦恼的话，他们会把烦恼写在天灯上，然后放出去，这样烦恼就一并消失了。要不要试一试？来，你写一面，我写一面。写完了吗？那我点灯了啊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我想看看你写的是什么。哎，不行！小气，还不让看了？想看我写什么之前，我得先看看你的。哎。啊？你随便看，我什么都没写，因为我刚刚想了想，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烦恼。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夜阑珊，我都觉得我过得挺快活自在的。纵然生活中有什么困难，那我觉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不想忘记所有的感觉，我想记住每时每刻。既然我已经说了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了吧？好，
我写的是，今日你给我送的食盒太难吃了，我一点都不敢动。而且希望你的厨艺能够增长。就这？真没良心！那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好吧？前尘往事，不知是否应当坦诚告知。也许只有我瞒着你，你才会一直这般快乐。咱们一起把它放飞吧。好，我再去拿别的。你说这些天灯在天上飞着，会经历怎样的旅途，看到怎样的风景，还真是羡慕。想去看看吗？既然公子不通艺术，那圣德便为你弹奏一曲，以勤解闷。是。停步！前方是客栈，再向前定会被凡人察觉。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若是没玩够的话，我再带你去前面看看。不用了，刚刚天灯已经看得够多的了。本来今日想帮你排解心结，没想到又让你带我看了场天灯。无妨，做主公的自然要对莲卿宠爱有加。银子，小心点。谢了。你们是一帮废物吗？救不回我父王，我让你们全部陪葬！请恕罪。欧轩，父，为父大限已至，回天乏术。唯有一事要交代于你，你要尽快与赵兰成婚，掌握南海势力，以固统治。父王您放心，孩儿一定承您心愿，统领四海，延续东海龙族世代荣耀。父，父王！殿下，南海密探来报，南海龙王昭衍秘密离宫，说是要去寻找那9期遗孤去了。赵兰，你竟然还在骗我！我父王刚死，你们就这么着急另攀他主吗？好，
教教你们，谁才是真正的龙尊。骑兵去南海迎亲。你这个是不是作弊了？哎，我严某人可是赌技超一流，夜来山头号圣手，愿赌服输好不好？你跟盛德就在这儿生活，我跟云墨去找吃的，吃完赶紧赶路。严大姑娘和于公子的感情真好，一刻也不愿意分离。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对于墨那是忠心耿耿的主仆之情，是不是？于墨公子好生自在，可是四海即将因你而起浩劫吗？来者不善。来者何人？应元帝君竟然没死，严界称他云神仙士，难道是另有隐情？先生立难，不得无礼。仙神？谁呀？他呀？他是仙神？哇，盛德，你果然没有撒谎，你真的是大罗神仙啊你！行啊你！之前都有得罪啊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唐州竟是下凡历难的仙神，他到底是何人？尊驾，我乃南海龙王昭衍，老夫绝无违抗天条、阻碍利难之意，实在是事涉四海与家事，还请尊驾切莫插手。尊驾不必客气，我如今为凡人，从前往事一概不知。于墨是我的友人，要我袖手旁观，绝无可能。定是敖轩让你来取我的性命，如果真有本事，来取就是，为何还要给我冠上一个危害四海的罪名？哼，我要你人头何用？老夫要的是四海安平，更要我女儿一世幸福。你是为昭兰而来？昭兰大运婚时，下凡之后，借病将婚期一拖再拖，如今愿意出嫁后，更是郁郁寡欢。我才知道，他竟想牺牲自己终身幸福来换取你的安宁。你可知，逆鳞不仅是翼尾龙的通灵至宝，更是通婚时用以交换世中的信物。你既接受了逆鳞，就该对他负责。你也行啊，于墨，没想到在凡界，我们失散了仅仅月余，你就获得了龙族公主的芳心啊！夜来山子嗣绵延的重任提前完成了。闭嘴！这不是为你高兴吗？龙王殿下，此物的意义我全然不知，如果知晓，我绝不会收的。一派胡言！若非你蓄意哄骗撩拨于他，为何你遥想了他的幻心灵，接受了逆鳞，却从未见你来南海提亲？如今婚期将至，昭兰心在你处，逆鳞物在你手，南海被指背弃盟约，你却邪美，到处游玩，悠哉乐哉，为父为君，今日必定要为此讨个公道。哎，龙王息怒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们山主品行正直，绝对不是那种朝三暮四、骗取少女芳心的不义之徒。话说，这很巧嘛，我们夜来山其实正在杀鸡宰羊，搜索各地奇珍异宝，准备向昭兰姑娘下聘呢。闭嘴！这不缓和下气氛吗？
事到如今，我必须到南海见昭兰一面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回夜兰山跟你准备接亲一仗。你闭嘴吧！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娶她。也是，堂堂的南海公主，让人悔婚做妾，于理不合吧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昭兰绝无可能的。况且我早就有心仪之人，我跟昭兰也从来没有任何越矩的行为。果然还是忘不了将臣。他将此逆鳞赠送给我，就是为了救我性命。现在我才知道此物的意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必须要把逆鳞还给他，并且告诉他我真正的心意，不可能让他因为我的安危而错嫁不爱之人。颜淡，你陪我一同去吧。我啊，不行，除非我也一起。不可。是这样的，我从前在师门的时候，曾听闻过神仙罹难一事。这神仙罹难，若是罹难未尽而肉身殒命，只怕再也无法归位回天。唐公子如今只是肉体凡胎，水族又恰逢一主，势力不稳，若贸然卷入其中，怕是风险太大。不要紧，昔日我遇难之时，相救的小仙曾和我说过，我仙衣破损，若无四大神器修护的话，早晚仙里会外泄而死，所以我早已无所畏惧。我不跟着去，让捉到手的小妖跑了，倒是得不偿失了。那行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4个一起去呗，先解决了于梦的桃花劫，再送盛德回师门，这样行了吧？赞成。赞成。正好我在师门的时候，会一些修习补元之术，能助唐公子稳定些许仙力。帝君下凡罹难，若无仙衣保护，神器御身，必会神形俱灭而亡。除非他再服下半颗邯郸之心。尊家，为了不干涉尊家的罹难，只能委屈您在龙宫中蒙面，还请上神见谅。老夫的家事，竟然还要劳动尊家，实在是让老夫惭愧不已啊！请。这唐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连一海之主的南海龙王都对他这么毕恭毕敬的，难不成他是戏折子里说的大罗金仙？盛德，你可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吗？颜淡妹妹未免也太会说笑了。遇晋升仙阶或犯了错的仙家，才需下凡罹难。一般位列上神之尊者，无需遵循。天界谪仙众多，身份尊贵者云云，我们不必费心猜测。哦，盛德姑娘懂得还真多嘛。颜淡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我这个靠山啊，你算是靠够了，要不然换个新靠山靠靠。哎呀，此番游历，我总算懂得了一个道理：求人不如求己。再说了，我就算要找靠山，当然是主公这种亲切的靠山啦。聪明，走吧。殿前亲卫乃本王亲选，没有虎符，不得变动。
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皓轩，你放开我！昭衍殿下莫怪，我东海仪仗队久待数日不得入门，本王只得亲自来接我的王妃。父王，他早在宫中安插了自己的人，你一走，他便带兵攻入殿中，大开杀戒。皓轩，你住手！皓轩，你虽继位东海龙王，我也是南海之主。今日你带兵攻入我南海，杀我亲卫，掠夺我女，我是天条，无视天规。昭衍，你暗中私会于墨，还让这贼子于墨率其亲信闯入南海，欲抢我王妃。我出兵相助，接管南海，是理所当然。帝尊又奈我何？哼，皓轩，你不要狂妄自大。幸亏我及时发现昭兰的心意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即便她没有心上人，我也绝不会让她嫁给你这般残暴狠毒之人。你和昭兰联手哄骗于我，如今又将我的迎亲队拒之门外，如此奇耻大辱，我焉能忍气吞声？你纵使身居尊位，南海龙王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你这般贸然杀入南海，伤人掠夺，和盗匪有什么区别？我继位龙王，乃是四海之主，凡界之中以我